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还记得去年717活动很热闹，还有王一博在乐华演唱会上独唱吗？717这个数字只能用意义重大的一天来形容。在今年举办的717中，我们一大早就见证了对坚果的强烈追求。最近，它已成为各种社交场合的话题。国家大剧院宣布后不久，易烊千玺就开始了他的演出。一大早我就发声明说我要到国家大剧院申请工作，但同时我强调我不会利用这个机会。那么，让我们回到手头的主题，好吗？毕竟，这种情况已经任由溃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又搬走了多少人给枪腾出空间？可以说，热搜的持续走红是娱乐业异常成功的见证。同时，它让像我们这样的公众能够看到大量幕后的操作细节，普通大众终将清醒过来，社会化的公开公平将逐渐显现，公平透明公理将确立。机会主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，此时真正重要的是真货。与今年的717相比，上一年的717同样充满活力。乐华演唱会原定于苏州717开幕，直接的结果是，这场演唱会实际上是在偶像、经纪公司和公司的屈辱状态下进行的。您可能认为您的偶像有很多粉丝，但实际上，与真正的业内最佳相比，他们甚至不相近。我必须承认，我对针对家庭的事件的反应有多么不同感到措手不及。网友们的集体感叹在所难免。该公司专门创建了一个顶级流，目的是通知您，流量程度仍然分为大量等级。绿色是王一博最喜欢的颜色，这让他很开心。由王一博主持的绿海为他们预留了整场演出。此外，这个粉丝俱乐部的质量非常高。想要慵懒的绿色，等王一博出来我给你。如果你不出来，你的偶像喜欢什么颜色对我来说无所谓，因为我不会对你眨眼。717上演的乐华演唱会水准还是很高的。事实上，樊斗是乐华的艺人强项之一。然而，由于观众只来看一位表演者，演唱会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王一博身上。热搜在其呈现上类似于大排长龙。舞蹈太可爱了，更何况扭臀可以说是拧进了人心。有多少人被王一博的扭臀彻底毁了心？王一博新改编的无感舞蹈就是这么美的舞蹈。还有王一博饰演的小丑的最后一句台词，既包含了追逐自由解放的理念，也包含了他漫不经心的兜兜转转。人们读到这里不禁感叹，因为登顶的日子实在是太难得了。现在，关于去年的717，我们将继续在我们的记忆中保持新鲜。说到这里，今年的乐华演唱会也将如约而至。按照之前的计划，它仍将在8月底在苏州举行。去年很多人都说是粉丝和偶像的走秀，但今天看王一博的机会越来越少，抢票看就成了一种奢侈。去年，很多人声称这是一场公开的粉丝和偶像表演。没有区别，因为除了现场表演外，还会有嘻哈的录音。王一博下半年有可能被要求出差，宣传自己的几部电影作品，这些电影都有观看的可能。这就是街舞第5季呢，也会在8月开启。王一博的生日呢，也在8月。突然感觉今年的8月是个美好的月份，各位可以开心起来了。王一博话不多，团队风格是直接对抗，这3天不练舞就踢别人。随着8月的临近，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播出时间也越来越近了。此外，官博不定期在自有社交平台发布4位队长的相关宣传资料，为即将播出的新一季首播预热。对于这一点，所有的互联网用户都喜出望外。毕竟队里除了王一博和韩庚之外，他们的舞台大家都很熟悉。另一方面，另外2位队长不知道，每个人提交的项目都是网友们翘首以盼的。毕竟他们都怀着看热闹的心态，热切期待着4位队长之间的战斗。但在他的忠实追随者眼中，王一博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了。当涉及到不熟悉的材料时，他们自然而然地最关心自己的孩子。而在这就是街舞第5季官博公开的战队攻略中，大家有机会看到了4位不同队长的不同打法。不得不说，王一博这小子真的是不爱闲聊的人的楷模。
由于王一博是4位队长中最年轻的，他还是4位队长中最年轻的，所以官博发布的战队攻略中包含了王一博的战队攻略，上面写着他们将专注于赢球究竟是什么问题。球队已经宣布未来3天不能跳舞踢腿。其他一些船长的写作风格可以用温暖和愉快来形容。王一博的造型倒是更加的精致。我觉得有必要指出，其他队长来这是嘻哈第5季的舞台陈述，更像是交朋友，一起笑，一起打拳。或许正式播出后，综艺感会有所提升。但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王一博绝不会是那种能在意节目综艺感，却能让全场都笑得一脸严肃的人。这是熟悉王一博的人都知道的。粉丝们经常关注他的才华，这可能与他之前担任主持人的角色有关。对于博士的幽默，王一博在嘻哈的前2季就成功获得了一大批嘻哈大神的青睐，依然能够打赢队长抢夺战，拿到心仪的选手。除了对这些嘻哈大神们的钦佩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他对大神们有着深刻的理解，这让他能够勇敢果断地向这些舞者表达自己想跳什么样的舞。他需要的人才，并为每个人提供清晰可见的努力方向。他来到嘻哈舞台并不是为了演奏，而是强调学习和竞争，而不是与音乐家交朋友。在王一博的团队中，无论他过去获得的任何荣誉，都要求舞者以同样的方式演奏。而每次全队成绩都表明王一博的球风堪称完美。他话不多，带领大家一起努力，最终带领大家一起走向胜利。谁不会对队长情有独钟？虽然明明是4位队长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但他的心却远比他的年龄所显示的要成熟。他的要求真的很严格。在舞池里，队友之间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争论。你不能放松，因为你在他的团队中。舞者积累技能的最好方法是定期练习。如果连续3天不排练，舞者怎么可能变得更好？以前，王一博会在队员之间发红包，收到红包后要求大家一起身家群舞。如今，王一博寄予厚望，希望团队成员努力工作，把公司发展壮大，不要懈怠。有能力向人们提供对您自己需求的准确描述，因此无需他们进行推测。对王一博来说，他能够有效地管理球队，而对舞者来说，他能够更准确地诠释队长的角色。王一博对自己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倾尽全力，努力去理解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动机，并且用心去演戏。王一博对自己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倾尽全力，努力去理解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动机，用心去演戏，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技。路过的人不会对年轻的表演者那么挑剔，因为他不唱歌不跳舞，所以他的演技很自然，不难让人对他所塑造的人物产生认同感。我相信演技已经有了一些进步。课程不专注于发展表演技巧，但是学生的表演有很大的自然主义色彩，更适合这个角色。说到演技，王一博非常注重角色的逻辑，不会有任何偏离角色设计的地方。他缺乏成熟度，但拥有很多才华。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，同时拥有才华横溢的导演和与才华横溢的人合作的经验，未来更有希望。特别是如果他有非常好的原创声音和台词。小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了电影《世间最好的味道是清欢》中的一个场景，王一博饰演的狄志伟毁了一把椅子。那个时候我刚好路过，与对小鲜柔的强烈感受相比，我惊喜的是我认为王一博演得这么好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这小伙子挺帅的，也觉得他的演技在一般人以上。为什么他不能赢得公众的青睐？也许这就是娱乐业的运作方式。对作品既强大又痴迷的艺术家表示赞赏。如果你是一位知名或成就卓著的艺术家，你仍然有权利；如果你妨碍他们的创作努力，你仍然会给他人带来重大风险。我很喜欢王一博的进步表现，和这次在洛阳的百里弘毅类似，使观众能够随着角色的发展而了解角色的动机，从而有助于对角色进行更加深入和身临其境的解释。王一博写的百里弘毅，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。他非常成功地吸引了我，一个可信的、有趣的、能够唤起强烈感情的、审美美丽的人被认为是一个好演员。王一博的表现总能让我一秒入戏，他可以让我陷入他的困境，我无法摆脱他；可以让他喜怒哀乐，他可以让我不用台词，
只用眼睛就能理解我在说什么。他可以给我美丽。我对好演员的定义是这样的：桃李不言而喻，开辟了一条新路。时间是找到任何事情真相的唯一途径，而王一博能够出演电视剧就是明证。他打开了无数影视剧的大门，也凭借着自己的才华、实力、真实的态度，将一个个根深蒂固的角色推向了世界。就费协云这个人品，吸引了多少剧迷，还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在剧中的所作所为。稍微谈一下，一场好的表演是观众喜欢观看和积极反应的表演。喜欢不喜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和判断力，每个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，包括演员和观众。作品好不好，表演者好不好，真心体会，喜不喜欢是自己的事。一家人的话不能被一片叶子所掩盖。我的看法是，王一博这些年的表现越来越好。虽然我不能说他非常好到表现出完美的性能，但我可以说他始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参与制作的每个人都不是白痴，包括观众、导演和一起工作的演员。某些人无法在个人层面上反驳他，因为他们无法反驳整个行业。看戏的时候，我只是普通观众中的一员。我的印象是，王一博居然会以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参演。我能够在整部剧中感受到他的情绪，他们以一种不会让观众觉得是被迫的方式融入自己。如果你非常有力量，或者如果演员明显在积极压制他的表情，人们会和你一起玩。这种行为会给你一种他在玩的明显印象。对某些人来说是一条直线，王一博的解读是基于人物的叙述，因此有高有低，这真的很好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